你有没有想过，大学时候的一次作业抄袭，或者论文里的一些借鉴，真的会影响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吗？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哎呀，这都是小事儿嘛。但如果我告诉你，一项惊人的研究发现，这件小事和谁最终能手握权力，以及他们会如何使用这些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点颠覆三观的研究。咱们就从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开始吧。上学时候的那些抄袭作弊，几十年后回头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会不会就只是年轻时犯的一个小错，很快就翻篇了？但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能像一个水晶球一样，帮我们预测出未来谁更有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甚至他们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会做什么，那这事儿可就一点都不小了，对吧？那么证据在哪儿呢？口说无凭。为了找到答案，研究人员们就像一群数据侦探，一头扎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庞大的数据库里。你没看错，这就是他们分析的数据规模，超过52万份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你想想，这得是多大的一个学术档案库啊！里面隐藏的秘密和规律，在以前根本是没法发现的。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用上了特别厉害的技术，把每一篇论文都彻彻底底地扫描了一遍，揪出那些可能存在的抄袭部分。这么一来，就等于给每一位作者都创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学术诚信指纹，谁不诚实，一目了然。哎，看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等等，在学校里抄论文和一个人在社会上是不是诚实，这能划等号吗？万一有人只是学习懒惰，但人品不坏呢？问得好。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实验。这个实验是这么玩的：你一个人在房间里掷骰子，然后自己上报掷出的点数，点数越高，拿到的奖金就越多。最关键的是，全程没人监督你。那问题来了，你会100%诚实上报呢，还是会为了多拿点钱，悄悄地把点数报高一点？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张图就明白了。这条灰色的线代表的就是那些当初论文抄袭率比较高的人，他们谎报高点数的概率明显要高得多。这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没错，在大学里抄袭论文真的不只是个学术问题，它确实能很好的预测一个人在未来面对利益诱惑时会不会选择不诚信。好了，既然这个诚信指纹是有效的，那接下来就有意思了。当这些毕业生们都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研究人员顺着这条线索追踪下去，很快就发现了第一个也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你看这张图，冲击力特别强。红色的线代表进入公共部门工作的人，蓝色的代表去私营企业的人。你注意看，随着横轴上抄袭率的增加，红色的密度明显就超过了蓝色，这说明什么？一个非常清晰的逆向选择。那些抄袭分数越高的毕业生，就越有可能选择进入公共部门。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字。进入公共部门的人，平均抄袭率要比去私营部门的同学高出将近16倍。而且在像税务、海关这种拥有比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岗位上，这种不诚信的人扎威的现象就更加严重。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好吧，就算这些人混进去了，但因为能力或者品行问题，应该很难晋升吧？嘿，你猜怎么着？研究发现了更让人吃惊的一点，就是这个数字9%，在同样的单位，资历也差不多，那些当年有过抄袭记录的公务员，升职的速度居然比他们诚实的同事平均要快上9%。这说明什么？不诚实非但没有成为他们职业发展的绊脚石，反而好像还和更快的晋升产生了关联。那么当这些不诚信的人一步步走上真正掌握权力的位置之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呢？为了找到答案，研究人员把目光聚焦到了司法系统。为什么是司法系统呢？因为那里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天然实验。这个实验室的关键就在于案件是接近随机分配的，也就是说，一个案子分到 A 法官手里还是 B 法官手里是带有偶然性的。这样一来，通过分析海量的判决，
研究人员就能排除掉案子本身的复杂程度，非常精准地看到到底是法官个人的什么特质导致了判决结果的差异。咱们直接来看这个对比，结果简直是触目惊心。那些有过抄袭史的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明显更偏袒那些有权有势的一方，比如国企和政府部门。而且，你看他们的判决质量也堪忧，当事人不服上诉的比例足足高出了18%。这背后的含义说白了就是，当法官个人的诚信出了问题，他就更容易受到外界权力的影响。那么本应是维护社会公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天平就这么倾斜了，整个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根基都会因此而被动摇。但是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完了吗？不，整个研究里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发现来了。一旦把这些法官的行为放在聚光灯下，你猜发生了什么？当庭审开始对公众进行网络直播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偏袒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偏袒行为很多时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策略，而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还仅仅是少数几个坏苹果的问题吗？恐怕不是。研究发现，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会产生一圈又一圈的涟漪，甚至能污染整个系统。这种污染主要通过2种方式扩散。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不诚信的资深法官带出来的徒弟，判案风格也会渐渐向他靠拢。第二种呢，就有点同气相求的意思了。不诚信的律师碰上不诚信的法官，他们俩之间好像能产生某种化学反应，胜诉率都变高了。好了，聊了这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状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到底有没有用，那就是在大学里更严格的抓学术诚信。你别说，还真有用，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数据显示，自从大学开始普遍使用更严格的论文查重工具之后，学生的平均抄袭率一下子就下降了12%。这证明通过技术手段加强监管，确实能有效遏制学术不端。不过呢，这个解决上的效果也挺复杂的。一方面呢，严格的查重并没有改变那些不诚信的人更喜欢往公共部门挤的这个大趋势。但另一方面也有个好消息，在更严格的学术环境下毕业的学生，就算他本人有抄袭的倾向，等他日后当上法官，判决的公正性也确实有了一些改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严格的规范确实能培养出更好的行为习惯。那么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深刻的一个问题。用技术手段去抓住作弊者，这更像是在堵漏洞。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能不能从源头上就建立起一套机制，去筛选、去发现、去奖励那些真正正直的人才呢？这或许才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共同面对的真正的挑战。